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食物中毒的新闻好像变得越来越常见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看到有人吃完东西之后不舒服，甚至有些是一整群人一起中标。这种新闻看多了之后，其实很容易让人开始有点紧张，尤其是平常就比较在意健康，或是有在注意饮食的人，心里一定会开始想，是不是外面吃东西真的越来越不安全？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改变习惯，比如减少外食，改成自己下厨，觉得这样至少食材是自己挑的，过程是自己看的，应该比较放心。但我今天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而且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平常不太会去认真思考，你家厨房真的有你以为的那么安全吗？还是只是因为那是你熟悉的地方，每天在用的地方，所以你比较没有戒心？其实食物中毒这件事情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，它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看起来很脏才发生，而是那些你没有特别注意的小细节，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结果。在家煮真的安全吗？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很直觉的想法，外面的食物看不到制作过程，所以比较危险。家里自己煮，至少从食材到料理都是自己掌握，应该比较安全。但其实食物中毒这件事情，并不是只看你在哪里吃，而是看你怎么处理食物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今天用的是新鲜食材，只要在保存、处理或料理过程中有一些细节没注意到，细菌一样有机会滋生。而且在家里有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，就是你太习惯这个环境了。你每天用同一把刀、同一块砧板、同一个菜瓜布，久了之后就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干净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但实际上，很多食安上的风险不是一次就会出事，而是长期累积。你今天做一次没事，明天做一次也没事，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样做是安全的。但问题是，安全与否不是看你没有当下中标，而是看风险有没有在慢慢累积。所以关键不是你在家还是外面吃，而是你在家做的那些习惯有没有真的做到位。先讲第一个，很多人都会做，而且做了很久都不觉得有问题的习惯，放凉再冰。很多人会觉得刚煮好的食物如果很烫就直接放进冰箱，可能会影响冰箱里其他食物，甚至觉得这样不太好，所以习惯先把食物放在桌上，等完全冷掉之后再收进冰箱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合理，但问题在于，食物在放凉的这段时间，其实会经过一个细菌最容易生长的温度区间，大概是20到50度之间。这个区间，细菌的繁殖速度会变得非常快。而很多人说只是放一下，但实际上你可能划个手机、看个电视，时间就过了1个小时以上。尤其天气热的时候，细菌繁殖的速度会更快。你以为你在等它变安全，其实是在让它变危险。而且最麻烦的是，这个过程你看不出来，也闻不出来，食物表面看起来还是正常的，但细菌的数量可能已经增加很多。第二个问题，比放凉再冰更常见，而且更容易被忽略，交叉污染。很多人在处理食物的时候，会用同一把刀、同一块砧板切不同的东西，比如先切生肉，再切蔬菜或水果。如果中间没有彻底清洁，细菌就会直接从生肉转移到其他食物上。而这种污染最大的问题是，你完全看不到，你可能会觉得都看起来干净，砧板也没有明显残渣，但细菌其实已经存在。另外一个很常被忽略的地方是冰箱，比如生肉的血水如果没有包好，滴到其他食材上，细菌就会跟着扩散。你看到的是干净的食物，但实际上已经被污染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家吃坏肚子，却完全不知道原因。因为问题不是出在食材本身，而是在处理过程中发生的。但如果你以为最脏的是生肉或砧板，其实还不够。很多人完全没想到，厨房里最容易藏细菌的东西是菜瓜布。
你可以想一下它每天的使用情况，它会接触油脂、食物残渣、水分，而且几乎一直都是湿的，很少有完全干燥的时候。对细菌来说，这样的环境非常适合生长。而且菜瓜布不像垃圾那样让人觉得脏，也不像厕所让人有警觉。很多人会觉得它只是有点旧，但还可以用。但问题是，在你看不到的地方，细菌其实已经累积很多。更关键的是，你每天用它洗碗，也就是说，你不是单纯把脏东西洗掉，而是有可能在清洗过程中让细菌再次接触到餐具。很多人会等到菜瓜布变黑、变臭才更换，但其实在那之前，细菌早就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所以最危险的不是看起来脏，而是你以为它还很干净。很多人看到这里，心里一定会有一个疑问：我平常也是这样做，为什么都没有出问题？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，因为大部分的人之所以会忽略食安细节，就是因为短期没有出事。你今天把食物放在外面一段时间再冰，没事；明天用同一块砧板切不同东西，也没事。菜瓜布用久一点，好像也没什么感觉。久了之后，你就会开始形成一个观念，这样做应该是安全的。但问题是，食物中毒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每一次都会发生，它比较像是一种累积型风险。当你的习惯里面同时存在好几个小错误，比如温度控制不当、交叉污染、清洁不完全，再加上某些食材本身刚好适合细菌生长，最后才有可能在某一天爆出来。所以很多时候，你不是做错一次出事，而是做对9次，错一次刚好中标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很莫名其妙，明明吃的是平常也会吃的东西，却突然不舒服。但其实真正的原因，很可能是你长期累积的习惯，在某一个时刻刚好叠加在一起。食安的风险，不是当下看起来有没有问题，而是长期下来有没有在慢慢累积。那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一定会想问，那到底怎么做才比较安全？其实没有很复杂，重点是把一些基本原则确实做好，而且要变成习惯。首先是最基本的手部清洁，料理前、处理完生肉、碰过蛋壳之后，都要确实洗手。很多人会觉得手看起来干净就好，但实际上手是最容易把细菌带来带去的工具。再来是食材本身，尽量选择新鲜来源，用水也要干净，避免使用来源不明的水，这些都是从源头降低风险。很重要的一点是生熟分开，刀具、砧板最好分开使用，至少在顺序上要注意，避免切过生肉的工具直接接触熟食或水果。冰箱里也建议熟食放上层，生食放下层，避免低脂污染。另外，食物要彻底加热，尤其是肉类和蛋类，不要只看表面熟了就好，内部温度也要够，温度控制也很重要。冷藏要维持在够低的温度，热食不要在室温放太久，避免停留在细菌容易生长的区间。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，就是菜瓜布要定期更换，或至少定期消毒。最后记住一件事，冰箱不是杀菌工具，它只是让细菌变慢，真正影响安全的是你每天怎么处理食物。很多人会觉得食物中毒这件事情就是运气不好，或者是外面的问题，觉得只要少外食，多自己煮，就可以避免风险。但其实今天想让你带走的一个重点是，风险不止在外面，也可能在你每天最熟悉的地方。你家厨房看起来很干净，不代表每个细节都是安全的。你用的食材可能很好，但如果保存方式、处理过程或清洁习惯有问题，细菌一样有机会慢慢累积。而且这些问题通常都不是很夸张的大错，而是一些很小、很日常的动作，比如食物放久一点再冰，刀具没有分开用，菜瓜布用太久没换。每一个看起来都没什么，但加在一起，风险就会慢慢提高。
所以重点不是你有没有自己煮，而是你怎么煮。如果你平常也有在家料理，这些细节其实比你想象中还重要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日常看起来很正常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健康笔记赞，并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。